Hello，大家好，我是朵拉。这次趁着台湾清明连假，我妹她带着1岁半的 baby 来澳洲找我们玩12天。听说2岁以前的小朋友坐飞机不用钱呢。如果你想看雪梨歌剧院，或者是品尝墨尔本的咖啡，又想感受澳洲的公路旅行，可是时间太短，不知道怎么安排，那就别走开。这次我要分享一些不一样的公路旅行路线，这都是我住在 Victoria 乡下多年来亲身摸索的地方哦。很多地方都是游客不知道的隐藏景点。如果你也想租露营车来环澳，却不知道去哪里玩，那你一定要看下去。现在就跟着我的乡巴佬行程，来看看不一样的澳洲吧 ！Let's go！ 华航大概是中午12点左右降落墨尔本，准备接机。耶！小心，成功抵达。有没有叫大姨？嗨嗨！刚下飞机放好行李，我们接着搭国内班机前往雪梨。这次快闪雪梨主要就是为了看雪梨歌剧院。虽然只有2天，但重点是墨尔本的公路旅行啦，行程超紧凑。搭机时记得往窗外看，雪梨机场在水边，风景超美。我们看我们这几天会有几个雷。简单的入住 Airbnb， 住市区超级方便。Good morning, Sydney！ 这次停留雪梨2天，目标要去蓝山和雪梨歌剧院，建议租1天的车前往蓝山风景区，移动方便又好停车。有孩童的记得一定要预约儿童安全座椅哦。接着来到蓝山 Sydney World， 准备搭乘各种缆车体验蓝山风光。我们现在要排队。Sydney World 总共有3种缆车可以搭乘，接下来带大家看看乘坐缆车的感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森林步道路线，非常推荐哦。My name's Maz. I'm at the back here. I'm taking you down to the Jamison Valley. Now, pleas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m at the back. I'll try my best to answer it. And there's a bit of room as well if you'd like to move around. You're more than welcome to move around. We're going to go for a bit of a swing. I love the swing. We've begun our descent 220 meters down to the Jamison Valley. 坐缆车下来就是会这样子散散步。你们觉得小朋友来这边方便吗？你说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森林还方便啊，还还不错啊。你看他现在不是就可以跑了？这是喜欢跑跑跑的年纪。哦。让。去排队喽！哦，哇，这么的，以前超刺激的，以前坐我旁边不是用抱着是吗？哦，因为那个杆杆会放下来，哦，所以你不能抱他。好，坐这，你上去吗？对，你让他坐我们中间好了。哎呀，或是爸爸接手，爸爸接他。没事，不用看上面可以。Oh, it's moving pretty fast too. I didn't expect it to go. 好快哦！这下来下来比较这是世界上最陡的铁路，角度超陡、超刺激，建议大家来回都坐1次。我们还特地从上往下再玩了1趟，像云霄飞车一样，超级好玩。Here we go！
耶！我们刚刚坐了这个 Singing Railway， 往下跟往上都坐过了。好，后面就是还是后面那三个姐妹，三姐妹 ，1 2 3，三姐妹，然后火车要来了，火车要来了，进呛，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体验 Skyway， 黄色，这里就是他们的中心。Skyway 空中缆车能俯瞰三姐妹峰和卡吞巴瀑布，甚至脚下还有玻璃地板，超酷！下了缆车可以走去看瀑布，来回大约1小时，有时间的人可以加入行程。结束后再开约10分钟的车到三姐妹石的观景台，这里有许多健行步道可以近看三姐妹峰。到了三姐妹石观景台，这里非常的辽阔壮观，由上往下看，蓝山的风貌一览无遗，有时还能看到云海呢，非常适合来拍照留念哦。1、2、3，哈哈哈。我们现在要去走这三姐妹石的步道，这里大概20分钟 return。Let's go！ 宝宝就全站了。这边有小楼梯。OK，Honeymoon Bridge， 蜜月桥啊。然后这边是有一点小楼梯，所以如果推车来的话会比较不方便。不过中间有大概80%的路都是平的，所以如果真的一定要来推车的话，也是可以的。蓝山之所以叫蓝山，是因为尤加利树的油脂在阳光下散发出蓝光，让整个山区看起来像被蓝色的雾气笼罩，非常迷人。有点危险，我觉得是非常，不然只有我们画的蛮好。建议大家花1天漫游蓝山风景区，隔天再锁定歌剧院和城市风光，这样的快闪行程绝对满分。还有定位呢，就是订了有名的 Overs Cafe， 是 Asian Fusion 的完美咖啡厅，融合了很多的亚洲元素。虽然是咖啡店，但气氛像 Fine Dining， 非常的精致，食物非常有创意，色彩缤纷，分量很足，价格有点偏高，但值得来打卡尝鲜啦，超推！找到了桥，可以从 Darling Hub 进入到城市。雪梨塔，可惜今天下雨，不过旅行就是这样子，别有一番风味。叮！哇！哦，是透明的耶，好欧洲哦。教堂，人品爆棚，放晴了。沿着这个海边就可以看到雪梨歌剧院，耶！放晴了，天气超好。这里是歌剧院的背后，舒服。耶！再次到访雪梨歌剧院，它没有变。对，我们大桥也没变，大桥也没变。对。
我觉得雪梨还是不错啦，蛮适合带观光亲戚朋友、小朋友都很好，很友善。你觉得这里的海景第一排要多少钱200万， ？200万就买得到了吗我觉得应该买得到。 ？200万就买得到了？你觉得啊？那好像那还不错。台湾的有钱人还是买得起。对啊。看你在这个世界美景崩溃的样子。世界美景，大哭。嗨，船拜拜。好可怜呢。船拜拜。有吗？脚跟都有入镜了吗？看好漂亮哦，好漂亮，好漂亮。现在这个小婴儿他在吃麻辣烫。哦，喜欢哦。没有，他还没有吃，他不知道你那个辣不辣。太长了，太长了，太长了。Try this。太长了。它到底有没有咬咬吞啊？谢谢安可。不客气。打卡完成，好喜欢雪梨的氛围哦！我们下次见喽！快闪的行程虽然很紧凑，但还是满足了来回雪梨歌剧院打卡的梦想，很值得。结束了2万步的城市巡礼，隔天搭最早的飞机回到墨尔本，开始我们的公路旅行。抵达墨尔本后，直接搭车前往租车公司，迎接我们接下来8天的移动城堡。耶嘿！我们到了露营车公司了，今天要租这台露营车。然后呢，我们是8天7夜的公路旅行。他们一定都会有人员介绍车子的内装，然后怎么开，怎么使用里面的设备。结果现场直播，有人没有办法转弯转过去。来澳洲租露营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个车是很长、很大一台，但是一般的汽车驾照就可以租了。Is your toilet cassettes. 嗯哼。 So this is where everything goes when you use the toilets. For this one, they have donkey grounds at campsites. You just pull it out, turn this one out, undo the top, and then just let gravity, and you can press this button, and it helps just flush it out. Let some air in, and the air pressure just helps it all go through. You have your chemicals, so when you flush it out, which is about every 2 days, depending on how much you use it. If you're using toilets at the campgrounds, probably won't need to empty it as much. So you just open this one, undo that, give it a good rinse. Yeah. Once you've emptied it, then you can put one of those chemicals in. Yeah. And just about a cup of water. Just a little bit of water to cover the bottom. That just helps it dissolve. 带大家看一下里面，婴儿座已经装好了。这里是4个座位，这边2个大人坐，小朋友坐在这边。然后有提供棉被、枕头这些基本的寝具。我觉得最棒的就是露营一定都是这种瓦斯炉，因为你有可能会在没有电的地方露营，要是某些深山啊、海边啊，就你随时都可以煮东西。那它们里面都是有瓦斯桶，然后有 microwave， 烤面包机跟热水壶，冰箱空间也很大，有3层。锅碗瓢盆，这样晚上就可以吃火锅了。有一个大锅，3个马克杯。它通常露营车它会给你一些基本的工具，那你可以再自己带一些露营的用品。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有什么。哦，很多杯子、盘子。他们会提供一点点清洁的用品，所以露营车基本上你还是要带一些
基本的清洁用品啊，或是生活必需品，他们不会提供太多东西。露营车的设计就是它的柜子都一定是有暗锁的，那这样子车子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才不会东西叮铃哐啷的。那我们都是这样子按下去，那你这边就不会看到有什么门把这些东西。这是我们里面的卫浴，很小，但是如果今天真的露营急用的话，是很方便。小朋友他去露营区洗澡不方便，我觉得这里就蛮好的，可以变成一张床。那现在它就是一个大空间。那我们这台是6人的，虽然我们只有4个人，不过这个桌子架起来之后，这里就会变成大家可以吃饭聊天的地方，蛮棒的。要开车了吗？对呀，可以好了。你都准备好了吗？我还没准备好。我们这次有一个挑战，是因为我的妹妹她们有3个大行李箱，加上我们2个，所以其实我们有6个行李箱。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挑战要如何把6个行李箱塞进这台露营车。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啊。是可行的吗？可行的。我们接下来8天的家，这是我们接下来8天的家，当当当当，我就是要录你们的反应，你们可以先进去参观看看，然后还有需要你们的帮忙是装那个婴儿座椅，开箱，请进，哈哈哈哈。很赞呢，跟看影片的感觉如何？就是影片看起来比较更大窄，可是哦，影片看起来比较窄，比我想象的还要再宽。嗯，因为你看我们这2个人，你2个人可以并对，可以并行，很不错哎，而且其实很多空间可以塞东西，放东西，对，对，哎呦，陈玉莹，好棒，好棒。妈妈坐这，对，妈妈坐这。一切准备就绪，将行李摆放好后就可以上路喽。接下来为了方便大家观看，我们把露营区的扎营过程一并放在这里。每天就是这样收收开开的，根本是训练新兵的节奏啊！这边告诉大家要如何找露营地呢？搜寻各地的车屋公园 Caron Park 或是 Holiday Park、Camping Power Site 或是 On Power Site， 建议找有电的营地会比较方便哟。Hello， 大家好，我们到露营地了。通常你开露营车，最重要的就是你先到你的露营的营位，找到露营的营位之后呢，再开始接电接水。我们车子停好了，那通常之后会有一个水泥地跟草地，那建议把车子停在草地的部分，这样你在这个水泥地上面可以摆露营桌啊、椅子，然后还有这种遮雨棚。是放在这种水泥地上面，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接。我们现在要接的是什么？接电。哦，要开这个门，它都会有锁。就会有一个超级长的延长线。所以每台车不一定，但是一定会有插座的洞。那这条是什么？废水管，车上洗澡那个洗手的废水。哦，所以它会直接流到排水孔。对。污水管，但是它的尾巴要去哪里啊？好暗。哦，污水孔哦。对呀，我们用不到它。我们没有要用吧？屎跟屎
尿桶。对，在我们的车上不允许使用这项功能，除非你真的忍不住，你想要剉赛，你真的要剉赛。我觉得大部分开这个人应该都会尽量的不使用，因为这边你要去上厕所也不是那么的不方便。对，这是什么？清水就是外接水源到车子。哦，它上面都有写 water。就开水满了它就流出来，还是我们只要弄到满就好？弄到满就好。弄到满可以洗澡，洗几个人？嗯。然后呢，露营车通常都有这个遮雨棚，每一家做法不一样，但大同小异。他们的服务人员都会在一开始你开车之前跟你做一个确认，然后教你大概如何使用。这就是你的家，它就是一个住宿的地方了。那露营车最经济实惠的部分，就是因为它既然是一台车，也是一个住宿，那就代表说你可以省下住宿费跟车费，等于他们就是一样的东西啦。那麻烦的点就是你一定每天早上都是要整理一遍家里，然后到住宿的地方要再全部把它展开，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那你就要把这个整理的时间加入你的旅行计划里面，给大家做参考。装好了，我们现在有水有电，我们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了，所以可以把所有开关都打开了。耶！那我要去洗洗睡喽。好啦，看完露营车的介绍后，你也心动了吗？下集就集中火力介绍我们的独家公路旅行路线，完整的体验澳洲的自然风光。有计划到澳洲公路旅行，但不知道从何开始的你，千万别错过哦！无论你是露营小白或是旅行达人，这段公路旅行计划都能让你轻松驾驭，收获满满。最后，喜欢这部影片的你，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哦！你的鼓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啦，谢谢你！那我们下次见喽，拜！这个保险杆终于掉下来了，撑不住了。